在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2024上，首次展示全新苹果自研 AI 人工智慧技术 Apple Intelligence。这项 AI 技术将与秋季即将发布的 iOS 18、iPadOS 18和 macOS Sequoia 深度整合，成为提升写作、沟通和操作效率的重要工具，也引发不少人好奇 Apple 生成式 AI 到底有哪些特色。这部影片就整理出相关重点和细节。大家好，这里是炫创意。首先来介绍 Apple Intelligence 是什么。 Apple Intelligence 是苹果公司在2024年6月 WWDC 开发者大会上所推出的个人智慧系统，将强大的 AI 生成式模型引入 iPhone、iPad 和 Mac 晶片核心，并且结合个人化情境，为使用者提供实用且合乎需求的智慧功能，同时也替人工智慧隐私定下了全新标准。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和 AI 应用有哪些？ 1. 全新写作工具 Writing Tools。 在最新推出的 iOS 18、iPadOS 18和 macOS Sequoia 作业系统中，苹果引入了强大的全新书写工具 Writing Tools， 深度整合于全系统内，旨在大幅提升用户的写作能力和沟通效率。无论是整理课堂笔记、确认文章的流畅度，或是撰写电子邮件都更轻松。 Writing Tools 书写功能3大应用：改写 Rewrite， 能够根据任务需求，可以从多个版本中挑选最合适的语气和风格，像是正式的求职信到幽默创意的派对邀请函。 Writing Tools 改写功能都能提供适切的文字选项。举例，学生可以利用改写功能，将课堂笔记重新整理成不同风格的学习材料，帮助更好地理解和记忆课程内容。校对 Proofread， 利用 Writing Tools 工具的校对，也能自动检查文法错误，确保语句正确，还能够给出最佳词汇和句子结构，并提供详细的修改建议和说明。文法校对检查就比较适合用在检查商业报告或电子邮件，确保语法正确，表达清晰，提高专业形象。摘要 Summarize， 也可以利用 Writing Tools 摘要功能，将选取的文字内容概括成易于理解的段落或重点条列，或者也能生成段落、条列清单、表格或清单，方便阅读和分享。甚至也可以透过备忘录启用语音录音或和通话录音，在结束录音时 Apple Intelligence 也会自动生成摘要重点，能够让我们可以快速了解音讯重要资讯。用户能透过这套强大且直觉的写作助手工具 Writing Tools， 不管是日常工作或学习还是专业写作，都能提高文字效率和品质。且不管是邮件、备忘录 Pages 和第三方应用中也都能够使用。苹果也透露，在未来软体更新还会加入更多功能，将会进一步提升生活和工作效率。2. 影像创作工具 Image Playground。 苹果还透过 Apple Intelligence 技术推出一款强大的图像创作工具 Image Playground， 可以透过 AI 快速生成有趣且个性化的图像，也能大幅提升数位创作的便利性和乐趣。至于图像创作工具 Image Playground 的功能，都被内建在多个内建 App 中，像是讯息、备忘录、无边记、Keynote 和 Pages， 都能够快速呼叫生成 AI 图片。要是想在第三方 App 使用，只能依赖开发者替应用程式加入 Image Playground API 才能够支援。底下是当前 Image Playground 能够创造的3种 AI 图片风格。动画风格，适合动态和活泼的表现形式，让图像更加生动。插图风格，以艺术感为主，适合创作独特且视觉吸引力强的图像。素描风格，提供简约且具手绘感的图像，适合初步构思和草图创作。创作 AI 图片除了可以透过文字描述来生成图像内容外，这次苹果还替图像创作工具 Image Playground 额外加入预设主题、服装、配件和地点等分类选单，不需要额外学生成文字指令，只要透过点选也能轻松用 AI 绘图功能生成图片。3. 备忘录素描转实体图 Image One 的功能，还可以直接从 Apple Pencil 调色板工具选择 Image One 的功能，就可以将备忘录、无边记、Keynote 或 Pages 内的素描草稿图片，直接利用 AI 生成图片技术转成精致插画图，甚至还可以依照自己风格进行修改挑选。4. 贴纸创作工具 Genmoji。 苹果也在 iOS 18、iPadOS 18和 macOS Sequoia 中引入的 Genmoji 贴纸功能，能够输入简单描述，就能轻松生成出独特的表情符号或贴纸，也可以直接用朋友或家人照片来制作 Genmoji 贴图，就能够让聊天也能增添互动趣味，使沟通更加有趣，也能有个性化。5. 苹果 AI 让照片和影片搜寻更便捷，
Apple Intelligence 也大幅提升了照片和影片的搜寻速度，可以使用自然语言来搜寻特定的照片，例如输入 My A 穿着扎染衬衫滑板，或脸上贴着贴纸的 Katie， 这种直觉口语搜寻同样能够在 iPhone 找到特定照片。智慧橡皮擦一键移除照片背景杂物，要是搜寻出来的照片不满意，苹果还推出了新的 Clean Up 照片修图功能，能够辨别并移除照片背景中不相干的物品，而不会影响到主体。创作个人化回忆影片更轻松，要是想要快速生成一部回忆短片，可以透过相簿内的回忆功能，用简单文字描述输入想要寻找的照片或影片，系统就会利用 AI 技术辨识出的主题创作出故事情节和章节，就能够快速生成具有独特剧情发展的回忆影片。超简单，只要打几个字就能轻松实现。6. 自动识别重要通知提醒与置顶。苹果也利用 Apple Intelligence 技术来扩展对通知的深度理解，能够利用 AI 确认最重要的推播，能够显示在锁定萤幕通知堆叠的顶部，避免错过任何关键资讯，也能防止太多无关紧要的通知提醒干扰。要是在启用专注模式时，也可以搭配 Reduce Interruptions 全新专注功能，能够显示当前需要紧急处理的通知，能帮你保持专注以及降低被通知给干扰。7. 重要邮件优先通知。在 iOS 18邮件 App 也会新增智慧分类功能，能够在收到信件时会自动将邮件分类到重要、订阅或广告促销等不同放入收件匣。同时透过苹果 AI 功能也会自动将邮件中重要的信件直接顶置到收件匣顶部，像是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或活动报名截止。Siri 升级与 ChatGPT 联手合作，在此次 Siri 也从头到尾彻底迎来了重大升级。Siri 现在能更自然地理解使用者的语境，提供更准确的回应，同时在启动效果也改用七彩光晕环绕在荧幕边缘。现在也可以跟新版 Siri 用更自然的口语对话，就算说的不连贯或说错话，它同样能够理解意思。可以尝试透过底下几种指令试试看。图片搜寻，能够根据 Siri 语音指令找出特定照片。照片管理， Siri 能帮助用户挑选并修图，甚至能从图库中找出证件照并自动填写个人资料。讯息提取，可以依赖 Siri 从邮件或讯息中提取关键资讯。行程规划，利用 Siri 帮助用户安排时间，还能自动确认行事历和交通状况。上下文理解， Siri 能够理解用户的上下文，提供更精确的回应。例如，询问某地的天气后，再请 Siri 制作行程表， Siri 会知道指的是同一地点。文字与语音输入，用户可以通过打字或语音下达指令。联络人管理， Siri 可以自动将简讯中的联络地址保存到联络人资讯中。另外 Siri 还新增了文字聊天功能 Type to Siri， 以及电子邮件摘要和智慧回复功能。当然，使用具备 Apple Intelligence 的 Siri 有全新进化，变得更聪明，回应也会更个性化、更自然和符合人类用语，能够要求 Siri 协助写作或处理某些事情。同时 Siri 也具备萤幕感知功能，能够了解当前萤幕显示的内容。Apple 设备用免费 OpenAI 最新 GPT-4o 模型。此外 Siri 与 ChatGPT 整合也是一大亮点。要是 Siri 无法提供满意答案时，也能改用 ChatGPT 来协助回答，而且这次采用的是最新 GPT-4o 模型，使用者不需要另外订阅付费，同样也能免费使用。苹果也比照未来还会整合更多 AI 模型。据了解 Google Gemini 可能会是下一个要整合的模型，例如用户可以让 Siri 根据手边的食材建议菜谱，若 Siri 认为 ChatGPT 能提供更好的答案，会在取得用户同意后显示 ChatGPT 的回复。当然要问 ChatGPT 问题也能够直接上传照片，像是要居家装潢建议，就用 iPhone 拍张照片上传询问， Siri 没办法回答就会请 ChatGPT 解答和给出建议。整体来看，苹果在 Apple 设备内是将 Siri 设为预设语音助理，要是比较难的问题或无法回答就会转交给 ChatGPT， 就不会像是之前是透过网页搜寻给出答案。Apple AI 功能推出时间是何时？根据 Apple 官方资料显示，苹果 AI 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推出时间需等到2024年秋季才会释出测试版，就算当前升级 iOS 18测试版也无法使用。苹果 AI 支援哪些机型和版本？目前 Apple Intelligence 这项苹果 AI 技术只能够在配备 A17 Pro 晶片、iPhone 15 Pro、iPhone 15 Pro Max 及新款机型，以及搭载 M1 晶片或更高版本的 iPad 和 Mac 电脑才能运行。
旧款 iPhone 机型或 Intel 处理器 Mac 机型都无法享有这项功能。除了硬体规格需要支援外， Apple Intelligence 系统版本相容度部分只会深度整合 iOS 18、iPadOS 18和 macOS Sequoia 或未来新版本作业系统才能支援。苹果在 WWDC 发表会上反复强调，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也象征 Apple Intelligence 的未来潜力。这项 AI 技术将在今年秋季会先以 Beta 版上线，最初仅支援英文，预计在2025年才会扩展更多语言。苹果也承诺未来1年内会推出更多新功能， Siri 将变得更加智慧，能够理解显示器上的内容并执行应用程式内的操作。这次发表会除了苹果进军 AI 领域的介绍外， iOS 也带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更新。首先，我们现在可以自由放置 App 的位置，甚至在锁定画面上将相机和手电筒替换成其他功能。此外，控制中心和桌布的排版和颜色也可以自定义调整，让你的设备更加个性化。另外 ，iPad 终于加入了计算机功能，而且还新增了数学笔记。这个功能可以在你手写公式时自动算出答案，并且会帮你美化笔记。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很少拿笔写字的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神奇且实用。还有一个强大的新功能是 iPhone 镜像。现在你可以在 Mac 上无线控制你的 iPhone， 并且在操作时 iPhone 会保持锁定萤幕状态。这个功能对于那些只能在手机上操作的 App 来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现在可以在 Mac 上执行它们。这次发表会让我们见证了苹果终于进军 AI 领域，真的是进入 AI 的战国时期。这样的科技更迭让我们搭上了时代的列车。想问大家，你们最喜欢的新功能有哪些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如果看完觉得对你有帮助，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或有其他的问题，或想看更多相关的教学，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制作更多相关的教学影片给大家。最后也别忘记要开启小铃铛。这里是炫创意，我们下次见啦。